你好，我们正在做一个有关血压的调查，想问您几个问题。请问你知道人的4大生命体征都是什么吗？呼吸、体温、脉搏、体温、血压。您知道您的血压一天会有多少次变化吗1万、 200-300次，2-3万、3-4万次那样吧。为了监测10万多次的这个血压的变化，大家现在都会选用电子血压计来进行监测。那么你知道一台血压计的使用寿命是多久吗3-4年吧，1-2年、2-3年吧，1-2年吧，我猜。通过上面路访得知，一台电子血压计的使用寿命普遍认为在3-4年左右，但其实一台电子血压计的使用寿命可以更长。想知道答案 ？OK， 先别急，我们先来一波盲测，看看我们手上的这3台血压计的情况。其中一台是国内寿命最长的电子血压计，使用年限久得让人惊讶。大家可以在盲测的过程中猜一下是哪台，用了多少年了。外观材质方面，三者第一眼看起来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啊，同为塑料的材质，但质感呢都不错。1号的白色呢稍微有一点廉价感啊，在袖带的材质上，3号最为柔软，另外2者也没什么大问题，但相对较硬一些。在充电方式方面，1号是内置电池充电形式，2号是电池加上电源形式啊，3号是电池式。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呢，由于被检测人员的不定性比如说它是卧床的或者说是靠在墙边的，无线形式还是最好的。这个充电和电池呢是比较方便的。按键质量上，三者的出体验呢都差不多但是1号和3号呢较为舒适一点，它们都与机身的材质差不多。功能性上，1号有1-2记忆功能可以记录2位测试者，并且是分开按键可以快速设置。2号基本相同，也是 AB 记忆形式。3号虽然看起来有点年代感但功能还是都有的。独立的记忆键位该有的也都有。大家可以看到3号呢可以手动调节充气值，这个在智能加压的时代呢显得有点老古董。OK， 下面呢，我们用它们3款实际测量一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在这个过程中，简单的普及一下健康成年人的合理血压值，详见这个表格。电子血压计使用非常方便，但是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测试前被测者尽量情绪呢是平稳的，这个袖带导管向外，距离肘部内侧上方2厘米处为宜，平放小臂，这个袖带呢自然扣紧不要太松也不要太紧。对3款产品进行实际测量体验，感觉差别并不是太大3者的噪音还有舒适程度上呢都还可以。测量过程中也并没有出现什么不适的情况都是比较稳定的。OK， 测量完毕，3者的实际测量数值呢几乎都差不多。大家应该也都猜到了，没错，就是这台看着有点年代感的3号。虽然这台机器有点老古董，但是在刚才的盲测中呢，也并没有落于什么下风这台血压计究竟用了多少年呢？我们先来揭晓型号这3号呢，就是来自日本品牌欧姆龙的 712C， 给你3秒钟百度一下。好了，也不卖关子了。说实话呢，第一次知道它的生产日期的时候，也是吓了一跳这台欧姆龙的 712C 生产于1994年。到现在已经有足足23年了，准确性跟现在的新产品1号和2号呢并无差别，依然是宝刀不老前面采访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人类每天呢心跳大概有10万余次，为了监测如此频繁且细微变化的血压值，电子血压计必须具备十分强硬的品质，才能保证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并且经常更换测量血压的机器呢容易引起血压的变化，因此高品质的血压计一般耐用性很高。这台20年够长了吧？老机器的耐用性已经如此 unbelievable 了，那我们来看看新机器的耐用性以及准确性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呢？现在我们就来用欧姆龙的新产品7136来继续体验一番。全面体验一下7136，造型和前面的产品呢差不太多，材质方面呢，整个塑料这个质感还不错，这个摸着很光滑，正面的材质呢带有磨砂质感摸起来呢更有手感。功能键除了传统的之外，还多了一个时间设置的快捷键可以快速调整日期。拿在手里呢，整机也比较扎实，而且据说每个按键都经历过10万次的人工测试。大家想象一下，一个人按10万次，果然是岛国人的行为作风。供电方式呢，也是电源和电池2种，而且这个45度的屏幕角度呢，也是欧姆龙独创的。侧边的袖带插孔呢，跟其他不太一样，专门做了一个转接口插拔起来呢更紧实一点如果拖拽呢，也尽可能减少对连接管的损坏从而增加寿命和使用精度。导管和袖带的材质呢比较柔软佩戴呢比较舒适，而且欧姆龙发明的扇形袖带也更贴合人手臂的形状操作更方便一些。下面来进行实际体验。实际测量中，充气和放气呢都是比较均匀的不会出现时快时慢的情况。开机声音呢也比较小，不会影响到测量者的测量情绪。功能上呢，除了基础的可以记忆数据之外呢，有高低压的灯光提醒。如果你佩戴的方式不对，比如说过于松懈呢，也会有相关提醒
外观及体验测量呢，可能还更偏个人感受。那咱们来最狠的一步拆解，来看一下内部的品质如何。摆放这几台机械，欧姆龙的这个血压计呢，内部走向十分的规整，带着岛国独有的这个强迫症的色彩。这块呢是血压计的传感器，能够准确捕捉血液冲击血管壁的最高点以及最低点的信号也就是我们整个测量血压的最关键部分，得出被测者的血压高低值。而且欧姆龙的血压计中使用的传感器呢，也是这个品牌独创的，比一般的传感器灵敏度要高出不少。这里是加压泵，控制臂带均匀加压，这个加压泵呢也是它的优势所在，噪音比较小，使用寿命比较长。这里是检验阀，能够精准的控制均匀排气，无论手臂粗细、血压高低呢，都可以精准测量。血压计泵阀和电源电池的模块呢，采用嵌入方式，避免了繁琐的走线。内部拆机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它内部呢都是模块化的自动化生产，这种模式呢可以有效降低不良率。OK， 简单总结，一款小小的血压计呢，其实门道还是不少的这欧姆龙的血压计呢，使用周期还说不定能见证国足踢进世界杯OK， 开个小玩笑。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温馨提醒环节。研究结果表明，周一是人类心脏病发作的高峰期，而且与头发茂密的男性相比，谢顶男子的心脏病危险呢，大概要增加23%到36%。谢顶越严重呢，这个危险性越大。而血压与心脏有着密切的联系，请大家时刻注意监测自己的血压。除了心脏、脑梗、心脑血管等重大疾病的发生，也与血压的不正常波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请大家时刻关注自己的血压情况以及自己的血压健康。